台北大直的商办大楼在入夜后依旧亮着冰冷的白光。这座办公室位于高楼层，落地窗外能俯瞰整条基隆河与远处闪烁的万家灯火。在那办公桌上的电脑荧幕正显示着复杂的跨国供应链图表与财务报表，滑鼠点击的声音在这安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阙恒远人揉了揉有些紧绷的眉心，修长的手指在深色的黑桃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自从2年前接手家族旗下的基家核心公司，他还独立开创了2间科技零售与电子商务企业后，他的每天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被无休止境的会议、合约与数据所填满。时钟上的指针已经指向晚上9点半，阙恒远靠向椅背，桌上那杯由秘书在傍晚就送进来的黑咖啡早就完全冷掉了，表面浮着一层淡淡的油光。他看着手机荧幕，桌布是他与舒文瑜在半年前27岁生日当天的结婚合照。照片里的舒文瑜笑得温柔，靠在他的肩头。那时的背景是台北一家私人会所的顶楼，四周开满了白色的桔梗花。从小到大，阙恒远身边的社交圈子其实都非常固定。他、舒文瑜、岳清河、伊宁雪、千木羽、岳映兰全都是在同一个阶层、同一个生活圈里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这5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无一不是学校里最受瞩目的焦点，每一个都拥有着精致无瑕的校花级的容颜，走到哪里都是聚光灯的中心。而阙恒远自己也始终是那个一直被长辈们给赞赏、被同侪仰望的校草。在这个圈子里，女孩们的心思其实从来都不是秘密。岳清河的成熟内敛，伊宁雪的高傲清冷，千木羽的温柔细腻，岳映兰的热情直率，他们看着阙恒远的眼神里始终带着毫不掩饰的爱意。然而在半年前那场27岁的生日宴会上，阙恒远最终选择了与性格看似最温顺、最需要人照顾的舒文瑜步入婚姻。他觉得自己身为男人，既然承诺了要给舒文瑜一个家，就必须在事业上付出100%的努力，好让他在面对繁华的台北社交圈时拥有最底气十足的依靠。他早已习惯了在背后默默付出方式，他不习惯把商场上的疲惫、压力，或是为了替舒文瑜的母亲罗灵溪处理家族投资漏洞而动用的庞大资金那些挂在嘴边说。他总是在舒文瑜还在熟睡的清晨便悄悄起床出门，在深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轻手轻脚的进屋，生怕吵醒他。每个月舒文瑜的账户里都还会准时收到一笔极为丰厚的零用钱，只要舒文瑜多看了一眼的名牌包或珠宝，过几天就一定会出现在豪宅的更衣间里。阙恒远认为这就是他能给予妻子最踏实的爱了。此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了2声，走进来的是公司新聘的专案经理蓝又谦。蓝又谦手里拿着一份下半年度的电商营运分析报告，脸上带着一丝的体的微笑，但眼神深处却隐藏住对这位年轻总裁的探寻与敬畏。蓝又谦将报告放在桌上，语气恭敬地说：“总裁，这是行销部刚赶出来的东南亚市场扩展计划，可能需要您过目一下。另外，刚刚楼下警卫提到，有一位自称是联氏集团的连浩成先生开车过来，说是要顺道接您下班，不过他等了几分钟后，接到一通电话就先离开了。”阙恒远视线从荧幕上移开，点了点头说：“知道了，报告先放着，你早点下班吧。”蓝又谦应了一声，转身离开办公室。在关上门的那一刻，蓝又谦心里不免有些嘀咕，在台北的商业社交圈里，谁不知道阙家与连家的关系？阙恒远的父亲阙振德与连家的连胜国是几十年的至交，两家在生意上多有往来，而连家的小儿子连浩成更是阙恒远从小到大的死党。只是这阵子连浩成出现在阙恒远周围的频率似乎有些微妙，往往是阙恒远在开会或出差时，连浩成便会以代为照顾舒文瑜的名义出入阙恒远位于天母的豪宅。阙恒远并没有多想，他拿起手机拨通了舒文瑜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那一头的背景音有些过于安静，随后传来舒文瑜显得有些慌乱与疲惫的声音：“恒远，你今晚又要加班吗？”阙恒远靠在办公椅上，声音低沉而温和地说：“跨国会议刚结束，还有一份报告要看。你吃过晚饭了吗？如果累了就先睡，不用等我。”舒文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后才轻声回答说：“
我跟朋友在外面吃过了，那你自己注意身体，我先睡了。挂断电话后，阙恒远看着渐渐暗下来的手机荧幕，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舒文瑜最近的语气里少了一点过去的粘人，多了一种刻意的客套的感觉。但他随即将这份异样感归咎于自己最近太少时间陪伴他，心中免不了一阵愧疚。他收起手机，重新将注意力投入到眼前的公文之中。他想着，只要把这几家新公司的根基打稳，下个月就能抽出1周的时间，带舒文瑜去他一直想去的南法度假。然而，在台北市另一端的另一处高档住宅区里，风暴早就在看不见的暗处悄然成型。这是一家位于敦化南路巷弄内的私密茶沙龙，环境清幽，包厢与包厢之间隔着厚实的隔音墙与精致的屏风。此时，岳清河、伊宁雪、千木雨、岳映兰4个女孩正聚在最里面的包厢里，她们刚结束一场时尚慈善晚宴，那几人脸庞上还带着一点淡淡的妆容。岳清河端起面前的瓷杯，轻轻啜了一口带有白桃香气的茶。他的长相是4人当中最具知性美的一位，细致的丹凤眼里总是透着沉稳。他放下杯子，看着身旁的姐妹们，眉头微微蹙起。岳清河打破了包厢内的沉默，说：“你们最近有没有觉得文宇好像有点奇怪？”坐在一旁的伊宁雪子时正靠在沙发上，她那张精致冷艳的鹅蛋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修长的手指轻轻滑动着手机荧幕。听见岳清河的话，她微微抬起头，声音清冷地说：“你指哪方面？”如果是指他一边享受着恒源给他的一切，一边又要在社群上发一些无病呻吟的寂寞语录，那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这很正常。伊宁雪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酸楚与不平。她们4个女孩，哪一个对阙恒远的感情都不比舒文宇少，甚至在很多时候，她们都觉得自己更能理解阙恒远在商场上的野心与疲惫感。可是半年前，阙恒远却偏偏只牵起了舒文瑜的手，这份隐藏在心底的嫉妒，让他们在面对舒文瑜时，总是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恨舒文瑜夺走了他们最爱的男人，却又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无法真正与舒文瑜决裂。千木雨坐在一旁，轻轻拉了拉伊宁雪的衣袖。千木雨的长相是最温柔无害的，一双圆润的杏眼里总是盛满了体贴。他轻声细语地说：“宁雪，你别这么说，文宇可能只是刚结婚，还在适应恒远的生活节奏。恒远最近确实太忙了，听说他为了那2家新公司，已经连续1个月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岳映兰则显得有些坐不住，他那张脸蛋上满是直率，有些烦躁地抓了抓手边的皮包，说：“不，清河姐说的对，我也觉得不对劲。上周五我陪我妈去信义区那家日料餐厅吃饭，远远看到文瑜跟一个男人在一起。那时候恒远有说过，他要去新竹参加半导体论坛。我本来想过去打招呼，但文瑜一看到我，脸色马上就变了，拉着那个男人急急忙忙就从后门走了。”这话一出，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下来。岳清河眼神一凝，看着岳映兰说：“你确定？你有看清楚那个男人是谁了吗？”岳映兰摇了摇头，有些懊恼地说：“那家餐厅的灯光太暗了，而且那个人戴着鸭舌帽，还是背对着我的，但我总觉得那个背影很眼熟，特别像是我们认识的人。后来我想要传讯息问问文瑜，但又觉得自己是不是管太多了，毕竟他现在已经是阙太太了。”易宁雪冷笑了一声，将手机扔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并说道：“阙太太，她最好记清楚自己是靠着什么拿到这个身份的。恒远为了这段婚姻付出了多少，我们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他敢做出任何对不起恒远的事，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他。”千木雨低下头，看着杯子里沉浮的茶叶，心里却泛起一阵莫名的不安。他们对舒文瑜的感情太复杂了，5人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在无数个午后一起分享过秘密的闺蜜，如今却成了他们嫉妒的对象。可是在那份嫉妒之下，他们最在意的始终还是阙恒远有没有得到幸福。岳清河沉思了片刻，随后深吸了一口气说：“先别瞎猜了，也许只是文瑜的堂哥或生意上的朋友。过几天我们找个机会约文瑜出来喝个下午茶。自从他结婚之后，
我们5个人好像很久没有单独聚聚了。4个女孩各怀心思的点了点头。包厢外的夜色越发浓稠，台北这座城市的霓虹灯依旧璀璨。隔天下午，阳光透过台北东区一家隐秘画廊的落地窗洒了进来。这家画廊今天正在举办一场私人预展，受邀的都是台北政商界的名流。舒文瑜站在一幅抽象画前，手中拿着一杯香槟，但他的心思显然完全不在画作上。他今天穿着一身长裙，衬托出他那张精致且毫无攻击性的脸庞，但仔细看，他的眼眶下方有着淡淡的青黑，即使抹了厚厚的粉底，也难以完全遮掩。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缓缓走到他的身后，那人正是连浩成。他身穿一套剪裁合身的休闲西装，俊朗的脸上带着一抹玩世不恭的笑意。他也没有看画，而是微微低头，在舒文瑜的耳边轻声说：“文瑜，昨晚恒远打电话给你的时候，还没过瘾，等会要继续吗？”舒文瑜吓了一跳，急忙往旁边退了一步，警惕地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名媛贵妇们都在低声交谈，没有人注意这里，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瞪了连浩成一眼，压低声音说：“浩成，你疯了吗？这里随时都会遇到熟人的。昨晚恒远临时工作到深夜，他要是起疑心怎么办？”连浩成看着舒文瑜惊慌失措的样子，眼底闪过一丝嘲弄与得意。他上前一步，再次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语气温柔的像是一剂毒药。连浩成回道：“他怎么可能会起疑心？他现在眼里只有他的公司、他的报表、他的跨国市场。文瑜，你跟着他难道不觉得寂寞吗？结婚半年了，他陪过你几次？你过生日，你生病，你想要人陪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我守在你身边？”舒文瑜的眼神有些动摇了。连浩成的话切中了他心中最脆弱也是最自私的那一部分。他早已习惯了被众星拱月，习惯了男人的甜言蜜语。阙恒远对他的好是那重沉默的、物质上的、细水长流的保护，但他太年轻，也太盲目。他把阙恒远为了未来而付出的忙碌解读成了冷落与忽视，而连浩成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用无微不至的陪伴与刺激的情感填补了他自以为是的空虚。舒文瑜咬了咬下唇，有些迷茫地说：“可是恒远对我真的很好。我妈妈上次投资失利，恒远二话不说就帮忙补了几千万的窟窿，甚至都没在我面前提起过一个字。而且每个月给我的零用钱也花不完。”连浩成听到几千万这个数字时，眼神微微亮了一下，随后又迅速掩饰了过去。他牵起舒文瑜的手，在画作的阴影处轻轻摩挲着他的掌心，声音带着一丝蛊惑地说：“那只是钱，文瑜，对阙恒远来说，钱不过就是数字，他根本不在乎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件精致的瓷器，摆在天母的豪宅里当装饰品。但我不同，我是真的爱你，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一个装饰品。”舒文瑜看着连浩成那双深情款款的眼睛，心头一热，彻底沉溺在对方编织的谎言里。他根本完全不知道，此时坐在连家大宅客厅里的王一茜正一边喝着燕窝，一边冷笑着对电话那头的连浩成下达指示。连家的生意这2年因为投资失利，资金周转出现了极大的问题。王一茜早就盯上了阙恒远名下的庞大资产。在王一茜看来，舒文瑜不过是一个胸大无脑的蠢女人，只要连浩成能抓住舒文瑜的心，以后就能利用舒文瑜的身份，甚至以孩子的名义，从阙恒远那里咬下一大块肥肉，甚至把阙家的几家核心公司给吞下来。这场看似浪漫的外遇，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掠夺。只有舒文瑜一个人，还傻傻的以为自己是在追求真正的爱情。就在连浩成与舒文瑜在画廊的暗处纠缠时，画廊的另一端，一双锐利的眼睛已经注意到了他俩这一幕。江庆兰是今天受邀的客人之一，她作为台北社交圈的常客，向来对各种八卦异常敏锐。她远远看着连浩成与舒文瑜之间那有些过于亲密的互动，眉头微微挑起。她拿起手机，装作在自拍，镜头却悄悄对准了那个方向，按下了快门。照片里，连浩成正低头对着舒文瑜微笑，而舒文瑜的脸上带着一抹可疑的红晕。江庆兰看着照片，嘴角泛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她跟岳清河等人的关系不算太差，自然也知道舒文瑜与阙恒远才结婚半年而已。
这张照片要是传出去，台北的豪门圈子怕是要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不过他也是个聪明人，知道有些事情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不能轻易荡出头鸟。他收起手机，转身走进了人群之中。同一时间，在雀氏集团的总部大楼里，雀恒远刚结束一场与日本供应商的视讯谈判，他摘下眼镜，疲惫地靠在办公椅上，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他拿起来一看，是千木宇传来的讯息。千木宇在讯息里写住：恒远，我听清何姐说你最近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我们这周末打算约文瑜一起出来喝个下午茶，聚一下，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雀恒远看着讯息，眼中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他手指在荧幕上快速敲击，回复道：好，谢谢你们帮我陪他，我这阵子的却也抽不出空，有你们在，我也放心一点。发完讯息后，雀恒远将手机放在桌上，他看着窗外刺眼的阳光，心中突然闪过一丝淡淡的怪异感。他想起昨天舒文瑜在电话里那有些慌乱的声音，再联想到千木宇他们突然要约舒文瑜聚会，他敏锐的商业直觉似乎在提醒他某些不寻常的信号。但转念一想，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姐妹之间聚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己或许真的是因为太累而变得有些疑神疑鬼了。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的咖啡机前，重新给自己倒了一杯浓缩咖啡。黑色的液体在杯中激起小小的泡沫，像极了平静表面下正蠢蠢欲动的暗流。此时的雀恒远还不知道，千木与他们的这场下午茶约会，原本只是出于女人的直觉与关心，却在无意间成了戳破这场豪门婚姻谎言的第一根针。而他全心全意信任的兄弟，用尽心力保护的妻子，此时正一步步将他推向一场精心设计的背叛深渊。